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焦逃配，就是一方是焦虑型，一方是逃避型的组合。我们每天在处理的伴侣，大概85%都是这个组合，这叫做一追一逃的恶性循环。焦虑型很常的情绪是孤单跟被拒绝，逃避型很常有的情绪其实我是不是做什么你都不满意，我好没价值，我在这段关系好没有用，这是他们受害的部分。可是他们同时有推动的部分。逃避型的这个自我保护的策略，保护了自己，却让对方苦苦等待，因为越沉默就让对方越激动。然后焦虑型的推动是每次我想要好好沟通，或我想让我们关系更亲密的时候，他的表达方式反而让对方更后退。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这是一个畅谈情绪、人际沟通、伴侣沟通以及自我成长的频道。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正式上片。如果喜欢相关议题的朋友呢，欢迎可以关注我们。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来宾鼎毅。大家好，我是鼎毅，然后我在台南开了一间諮商所，叫做和密心理諮商所。那我们諮商所其实蛮擅长处理伴侣关系的议题或亲子关系的议题，所以如果你有相关的困扰，可以来找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我们的主题主要是想要来谈谈关系修复。那它跟我们过往的节目形式会有点不同哦，因为以前如果我们是有来宾的，往往我会是扮演访谈的角色。对，那这一次我想要做一个新的尝试，是我们来谈关系修复这件事。但是呢，分别是结合鼎毅的专业是心理諮商，对，而我的专业呢比较像是在 NLP 运用在人际沟通、伴侣沟通上面，所以我们会分别从2个切角来探讨关系修复这一个主题。那我们一开始也会探讨一下关系修复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才会走到有一天需要修复。因为如果你先知道，你可以提前预防。可是第二个，如果我们要进入关系修复了，我们该留意哪一些事，确保呢你在修复的过程是真的比较有机会实现你的愿望的。鼎毅，你觉得如果从心理諮商的角度来看，通常一段关系要走到修复以前，往往是因为怎样的组合或怎样的情况发生？一定是他们自己处理不好，一定是他们可能已经吵很凶了，或一定是他们觉得同样的情况一直无解，然后可能双方都各自有自己的受伤的点，各自的解读是我觉得好无力，我真的都讲不懂，讲不听，才会来到伴侣諮商。懂。那如果说以关系的这一个相处来讲啊，会不会有怎样的组合是很常见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焦逃配，就是一方是焦虑型，一方是逃避型的组合。那其实非常非常多，我们每天在处理的伴侣，其实大概85%都是这个组合，它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形式。所以他们算是一个互相吸引又互相折磨的组合。对，然后又占了85%。对，在关系还没开始发展那么亲密之前，互相吸引，然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觉得怎么会变这样子？然后尽量修复。所以有可能他们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彼此谁是焦虑型，谁是回避型。对，一开始可能不那么清楚，甚至焦虑型可能因为焦虑型他其实很在意那个亲密的连接，我跟你的关系要好，所以有一个小判断是说，你们吵架之后，你如果是那个很想赶快和好，你是憋不住的那种，你可能会比较偏焦虑的。那逃避型在冲突的时候，他反而是说，我想要躲进洞里面，因为我沉淀一下，我会觉得比较安全，而且我不太喜欢那种强烈的情绪跟冲突的场合。所以有情绪来的时候，我会想要躲掉啊、转移啊、讲大道理啊、先回避啊，这种比较像是逃避型冲突的时候的状态。这样听起来，其实我比较像焦虑型。那我能问你是哪一型吗？我也是偏焦虑型的，真的、我也是偏焦虑型。那像你学的这一些，你在处理的时候，你还会偏焦虑型处理吗？应该说，我们的依附形态它是固定的，所以假设我们测出来我们是焦虑型，我们其实就是焦虑型。那这是我们的固定的依附形态，但绝对可以靠后天改变，因为我知道我是焦虑型，你知道你是焦虑型，你可以透过一些后天的方式来让自己比较用不焦虑的方式回应。那个固定的形态是说，这个焦虑可能就是你的本能，你在
重大冲突的时候会呈现出你本能焦虑型的状态，可是我们永远都有第二选项。那焦虑型我再把它讲清楚一点，它的状态不外乎吵架的时候，它其实是他可能会透过一些指责啊、命令啊、攻击啊，或者是他可能会有一些迂回，其实都是想要得到你的关注跟在乎。那再来是说，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是希望被你注意到的。你有没有看我？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然后在你面前晃来晃去，然后包括他会觉得说，两个人只要愿意修复关系是可以连接，很想救这段关系的。所以伴侣之战很长，两个人就是来预约的时候，焦虑型可能觉得我们问题很严重，那逃避型可能觉得，有吗？不就这样吗？还好吧。他比较走一个淡化路线。焦虑型会想要把关系拉紧，这样子。对。那逃避型是这样，逃避型是说在冲突的时候，他比较倾向自己解决问题，自己消化，而且他会觉得我们先处理事情，因为他不喜欢那个很激烈的情绪。那他以前的发展，譬如说小时候他的主要照顾者可能是他哭啊闹啊需要食物的时候，或许不一定能够及时的提供，所以他学到一件事情是说，我要靠我自己长大，我不太能有情绪，我也觉得有情绪好麻烦，我就自己照顾自己就好，所以他都是走一个淡化，所以冲突的时候都是沉淀的那个偏向这个部分。那他对亲密的关系的理解就会是说，他不一定像焦虑型那么想要亲密，他会或许是那我们不要吵架就很好了，这样子。通常啊，如果是焦虑型跟逃避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有怎样的模式，造成了他们到后来有一天会走到需要进入修复关系的情况？这非常常见，这叫做一追一逃的恶性循环。那通常我们会产生情绪，一定有一些刺激到我们的事情嘛，我们叫做刺激源头。那以伴侣关系来说，这个刺激源头可能就有几种情境。第一种是说，他感觉你们的关系变得不确定的时候，譬如说你变得冷淡了，或者是你变得关注度减少了，或你讯息回应少了，这是不是就不确定？或第二种可能是关系有威胁的时候，譬如说，平常你都不倒垃圾，最近好积极哦，原本很开心，结果后来发现说，那我今天陪你一起去倒好了，结果发现原来是旁边搬来一个性感邻居，他会跟着去倒垃圾。这样是不是就是关系有威胁的时候？对，不一定是说他真的做了什么，可是他感觉到威胁的时候。第三个可能是生活有一些大变动，比如说搬家啦、怀孕啦、远距离啊，这些都会刺激到我们的关系，都会让我们心里的铃铛响起。那这时候两个人的应对策略不同。譬如说假设像焦虑型的，他可能会用比较像刚刚讲，他可能会用指责攻击的方式来表达他的需求，譬如说你果然就是这样子，你就是很机车啊，你就是很贱啊，你就是都不理我啊，你以为你是谁？那这种指责攻击的态度传过来的时候，这个逃避型他就会感觉到说好激烈哦，好冲突哦，好难适应哦，你干嘛那么激动？所以他本能的反应就会是躲起来。他躲起来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说我想要让我自己沉淀一下，他很常是宕机的。第二个是说他其实也不希望这个关系越吵越凶，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保护性的目的的。但对于这个焦虑型的解读就是说，你躲起来了，你果然不在意我说的话，我那么生气，然后你也没有来关心我，你也没有来注意我，果然你不在乎我，所以他可能就会是更激动。一开始原本是从你怎么不讲话，后来变成说好你就是这样啊，那我干嘛嫁给你？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慢慢变得越来越激动。那逃避型就会更躲起来。刚刚这样听起来有一个点，就如果焦虑型的这样骂完别人，然后他又要等着别人要再去关心他，这件事情本身很违反人的那个对啊，所以我们说是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啊。的确，就跟你讲的很对，就是他这样骂的那么凶，他其实很在乎的事情是说我们的关系变疏远了，然后我想要拉近距离，可是他拉近距离的方式是你怎么不靠近我，拿一把小刀，你怎么没有注意我了？那对方可能就会觉得说，拿一把刀叫我注意你，其实是有点困难。所以其实我觉得从那个人性的角度，你刚指的那一个恶性循环，刚好是他们所求、他们需要的方式，
是违背人性的。你讲的太好了，对不对？真的就违背人性啊。对对对，所以为什么那么跳脱不出这个循环，就是这样。焦虑型用比较违反人性，或者是他的本能可能是想要拉近关系，可是他的表达方式比较具有破坏性的时候，比较不柔软，别人很难感觉到你内心的需求。那逃避型是说，他的本能方式是先躲的时候，这个躲你或许在保护自己，或许不要让冲突剧烈，可是却让对方一直在等你，然后一直在等你靠过来，但你都没有的时候，对方很像是在一个门外一直敲门，可是你明明在里面，但没有回应，所以就让焦虑型很长的情绪是孤单跟被拒绝。逃避型很常有的情绪或需求其实是说，我是不是做什么你都不满意，我好没价值，我在这段关系好没有用哦，然后更切断。可是这就不是焦虑型要的，他希望是说我这样吵一吵，或我跟你讲这些，我希望你是改变。可是这个逃避型可能会在心里自责跟绝望说，那算了，无解，他就会判定一个无解，然后更失望。那我们谈一个角度好了，我如果从沟通的这个思考来看啊，我其实刚联想到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沟通的这一些行为上，很多都会是在有情绪的状态之下，对，就会出现这种一个是吵，对，一个是不说。到后来事情也没解决，可是想要吵的这一个人，因为他太焦虑了，所以当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那一个，可能被尊重也好，或被看见也好，所以有可能他接下来的行为会有越来越多，对，会看不过眼，然后越来越多都是激烈的语言。对，其实呢，如果我们今天是逃避型的这一个人，有可能我们第一个要留意的事情就是，你现在选择的沟通策略已经开始触发对方的负面反应了。如果我们今天是比较不喜欢直接去在情绪上去探讨的，那我们可能就要留意说，你的这一个关心已经造成了对方未来会越来越激烈。没错。对，那我们第一个就要去思考的是，你要不要再用相同的方式去对待他？因为等于这一个 pattern 里面，你是其中一个关键的运输站，对不对？对。好，那如果我们今天是从焦虑型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今天因为很在意他，所以你讲话变激烈了，一次、两次、三次，你发现他不说话的时间变多了，对，甚至呢，到后来他看到你都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那也请你记得，现在就会是你要好好去思考说，你要不要走进这一个模式的加强回路。没错，对，因为你接下来采取的更强烈的手段都没办法让你得到你要的。对，这其实就是我们常在讲的这个恶性循环。我们本身有受害的部分，受害的部分像焦虑型，可能真的觉得在门外叩门，但是一直没得到回应，心里是非常受伤。那逃避型的受害的部分，可能是说不断的被指责，那个自尊跟那个自我价值其实是很低落的，甚至觉得自己很没用或羞愧的，这是他们受害的部分。可是他们同时有推动的部分，推动这个恶性循环，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部分，就是逃避型的这个自我保护的策略，其实是保护了自己，却让对方苦苦等待，因为没有回应，很像你丢一颗石头，石沉大海，对，越沉默就让对方越激动。然后焦虑型的推动是说，每次我想要好好沟通，或我想让你了解我，或我想让我们关系更亲密的时候，他的表达方式反而让对方更后退。那你觉得哦，在这样关系里面，对不对？逃避型的人，他其实底层最深层的那一个恐惧是什么？我觉得逃避型最深层的恐惧其实是说害怕自己很没有价值或很没有用。焦虑型的人很在意关系的连结，可是逃避型他其实很在意的是说我的能力啊，或者是我是否有用啊，我在你心中是不是有价值，跟我不被贬低这件事情。所以逃避型有时候切断的可能会是比较快的，因为他会觉得说好啊，我怎么做都没用，我在你心中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然后我这样做你也不满意，我那样做也不满意，都不是你要的时候，那我离开。我觉得这样听起来，逃避型那个很深层的恐惧是，他不觉得他有好到别人一定会要他，没错，对不对？可是他偏偏又进入一段关系。我没有觉得我有好到你会在意我了，
然后我也没有觉得说我可以把这些我很脆弱或我其实很伤心的情绪可以告诉你。你看他们是不太求助的，他们是自己消化的。这样是不是逃避型？其实小时候他们反而需要有人支持，或者需要有人爱他的时候，他们遇到的反而都会是没有在那个适当时刻，可能家人没给予，所以他才会变得不敢要。对，这是他们形成的原因，就是譬如说一个婴儿啊，他在哭啊哇哭的时候，可是没有人去理他，那他学到的事情是不太会有人真的关心我或在意我，所以我要自己处理。然后再学到的事情是说，所以谈情绪好没用，我先活下去再说吧，解决事情。就是3餐先饱顿好，这比较重要，所以情绪就变成他们不敢碰的东西。那这样对焦虑型而言，他们其实最深层的这一个恐惧，我觉得是害怕被拒绝。因为焦虑型其实它的形成是这样的，就是在小时候他饿的时候，他需要的时候，他可能哭的时候是有人来的，所以他学习到的事情说，被人家照顾的感觉好好哦，好亲密哦，我好喜欢哦。可是这个有人来是不稳定的。举夸张的例子，他可能是今天有来，明天没来，要被喂奶或要被关心的时候，一天有，一天没有，一天有，一天没有，不定时。所以他学到的是什么呢？他学到的是说，我要哭得更大声，因为这样才会有人过来。那就算他没过来，我还是哭，那至少有人会注意到我，这样我就可以活下去，或这样我就会被照顾，不管是生理上的或心理上的。所以这是他的策略。所以我觉得回归到 Draco 刚刚问的，这是刚他的形成嘛？那他最在意的事情是说，我会不会被你拒绝？他们很害怕被拒绝跟被抛弃啊，很害怕那个不稳定的感觉。我知道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逃避型的这样听起来，它更像是以保护自尊为主。没错，保护自己，对，保护自尊，因为对他而言，他已经不觉得自己很好了。对。可是反而焦虑型，他比较在乎的是，他必须要有人要。对不对？他必须要能够眼前这一个人是爱他的。我希望知道你在不在乎我，我希望知道你重不重视我，然后我希望知道说这段关系会不会不见。那这样，如果2个人还在暧昧期，真的要聊一下婴幼儿的时候，大概那时候用餐有没有稳定？有没有固定喂食？对，那时候你妈妈是怎么喂你？也不一定是妈妈，主要照顾者。主要照顾者，对他那喂的频率怎么样？但你知道很吊诡的是，一开始还没进到关系的时候，这2个很互相吸引，因为或许焦虑型的会表现嘛，亲密关系会连结嘛，所以他会呈现他比较好的样子，所以他的焦虑可能他还在自己消化当中。那他也被逃避型的这种很会处理事情也好，或者是很稳定啊，处变不惊啊，这种一致的感觉给吸引，所以或许这阶段他们是互相吸引的。而且因为我刚刚一直在内心算那个数据，有没有？如果有85% 都是焦逃配嘛，对不对？对。可是美国离婚率又到5%，所以其实85%里面大概有一半的人会是失败的，就是能够找到好答案的人不多，是这样吗？看他们有没有来做伴侣咨商。如果有一天会走到关系修复，其实前面他们都会经历的，双方心里有需求。对，想要被看见，对，可是双方使用的方式都会触发对方的不安全感，没错，对不对？可是他们找不到停止那一个模式的切点，对，所以造成的关系就越来越差。这样，那如果有一天他们已经开始决定了，其中一方发现不对劲了，就是另外一个人好像快要不见了，这样，对，好，那他们要进入关系修复，对，以你过去的处理经验啊，关系有修复成功的，能不能大概分享一下？可以。假设这个焦逃配的伴侣进到我们的咨商室，我一定会让双方可以不是在表面上绕来绕去，而是可以看到心里面比较深层的需求。譬如说这个焦虑型，他叫得这么大声，他这么抗议，这么凶，这么测试也好，他不一定是凶哦，有些焦虑型是很讨好的，走到你旁边看一下你有没有在看我，没有就默默的伤心，可是还是很希望连结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一定会让这个逃避型也好，或让焦虑型自己去接触他生气底下其实是很受伤的，可能是伤心不被在意，可能是一直以来都觉得很绝望，好像我的心事没有被你理解或听见。我会帮这个焦虑型让他可以去接触他自己深层的感觉，
我也会帮逃避型接触他深层的感觉。逃避型很常是表面不在乎，可是他内心其实是很慌乱跟紧张的哦。就是我又要被骂了，完蛋了，我现在要怎么做？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给情绪价值。他要的是情绪价值，只是我一直跟他讲解方，怎么办？他又生气了。好，那就先这样。他其实内心是很慌张跟慌乱的。这一点，假设焦虑型能够知道的话，他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感，因为他会觉得是说，原来你不是不在乎，原来你自己也会害怕。那会害怕代表什么？代表你会在乎我，代表你会在意。这是第一个层面。我们其实有3个阶段，这第一个阶段可能是降低冲突的阶段，可是不止我们要降低冲突，我们还要帮他维持亲密嘛，恢复这个情感连接。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邀请逃避型去分享他自己内在的害怕。比如说这个逃避型表面上不回应不在乎，可是心里很在意很紧张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有一个很深层的害怕，是说如果我都没有办法处理你的情绪，你会不会就觉得我很没用，然后就不要我了？或者是假设我自己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是好的，我看待自己的角度是我觉得我很糟糕跟没用的，如果我把这个面向呈现出来，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这是逃避型很深层而不敢讲脆弱的。这个脆弱他们小时候学到是要自己消化嘛，可是偏偏这是焦虑型最需要的。就是逃避型如果能心口合一的把自己最害怕最深层的跟他的伴侣分享，像刚刚举的那个例子，那焦虑型能接受的话，对于这个逃避型来说是非常重大的心理修复。即便我有一点瑕疵，我有一点脆弱，可是我不会没有人爱我，我的伴侣还是接纳我。他会学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原来可以依靠别人，这是他人生经验中没有的。懂。对，那假设这个逃避型可以传递他的害怕的时候，焦虑型可以回应，而且焦虑型回应完之后，他也可以讲他的害怕。其实你知道吗？每次我叫那么凶的时候，我真的是狠狠的被你伤到，因为我在门外一直敲门，你都不理我，这真的让我觉得说你没有重视我们这段关系，然后这让我很伤心，非常非常伤心。假设他传递，然后在逃避型安全的状态下，他接住。大家不要被这表面骗，因为我们在諮商室其实看过很多感人的片段。那逃避型可能会伸出手过去摸他说：“对不起，我之前其实很害怕被你攻击或指责，那让我觉得我好没用，所以我躲起来了。可是，我知道这让你受伤，很抱歉。那我下次可能还是会本能的不小心躲起来，可是这时候你可不可以提醒我一下？或者我过一下下我会去回应你。这对双方来说就是一个很扎实的修复，而且双方更能够连接彼此的脆弱。脆弱是让我们连接的关键。那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是让他们底层的害怕跟深层的恐惧都能够被对方化解，所以对方是解药。我几乎可以看得到那个手伸过去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他会突然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对，我们真的遇到好多这种对吧？因为他担心的事情，他终于知道不是那个样子的。对，而且这个不止在认知层面哦，因为我们很重视情绪的体会，所以这跟表面上，你知道心口合一其实很重要。他如果是我很在乎你，我很在乎你，真的很肤浅。可是他如果是对出去，但他如果是真的把他内心掏给你看，然后呈现他的那个害怕或他的脆弱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感觉到他整个人可能是发抖的在讲，可能是很脆弱的在讲，可是这对他伴侣来说会是你真的很真心。对，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疗愈的关键吧。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真的要进到关系修复，它一定要有一个先决条件是双方不要把彼此标示为敌人，因为过去的很多的行为都只是他们各自依照自己的惯性去做回应，可是其实双方都还有在乎彼此，双方也都需要彼此可以看见他们的需求。对，只是因为那一个方式所累积的冲突跟痛苦太痛了。没错。所以当他们不断的把对方当成是你是伤害我的人，其实他会不利于后续我们要展开沟通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安排。没错，对，肢体动作啊、表情啊、非语言这一些的讯号。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我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点是，我们要可以去留意到说，并不是我们的保护机制或者我们的生存反应对于别人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觉得比较容易出现的情况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的保护机制，对，可是呢，我们这两个类型去解读别人的行为，也会有他们自己的解读惯性。没错，对，所以我很容易，比方说我是焦虑型，我很容易把别人的回避解读成那个才叫是不在乎。对，就像兄弟之间，有的人会解读是今天敢骂才是真兄弟。对，因为他会认为说出真心话、真的关心，他会直接喷的。对，所以他因为这个解读的惯性不同，所以造成了双方的误解一直没办法化解。所以我自己的感觉会比较像是，我们自己心里要做好的准备是，不要用自己惯性的解读的剧本去套在别人的反应上，要核对。对，要核对。那你有核对的动作之后，你才能够静下心来看，说我跟他其实都是受过伤的人，对不对？因为谁小时候没受过一点伤？但是第三个，等到真正要开始对话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他们的这一个所谓的对话的目标，最好是要分层次。第一段可能我们真正要去发起沟通交流的，反而不会是事情怎么样，反而会是这段时间你还好吗？你感觉怎么样？因为我知道我们已经跟之前的相处不一样了，可是其实我还是很重视这段关系，所以我会比较鼓励的是，有想要修复关系的这一个人，他最好是可以先把他心里对这段关系的善意，以及他这段时间他经历过的那些事情，他曾经的解读是什么，然后实际上他后来去理解，他一直在想说应该有其他的可能性，他不要预设了一个立场，那这样的话他比较有机会去让对方愿意说一点，那在说的过程呢，只要记得是让双方的情绪真的可以流动，而且呢，我不改变你，而我觉得我应该要好好的看清楚，因为我们的自己的信念很容易变成是一种滤镜，我懂你意思，对不对？那一个滤镜，它会让我们出现了一种就是有点像认知协调，好像怪怪的，因为其实我们心里解读别人的是一个画面，可是真实的世界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对，那我觉得是要把那一些我们可能误解的东西，全部可以一个一个摊开来讲，澄清。对，那当他们有做到一个很好的澄清的时候，运气好的那一对，他会有机会在这里发现说，原来你有在乎我，只是你的方式我真的不太能接受。如果当他们发现彼此还是有在乎彼此，只是方式不能接受，但是比较难克服的就是那个本能反应很难压。你讲的对不对？本能反应就是那个样子。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他们最好可以去协调一个东西，就是当那个本能反应出现的时候，解读的这个人可以怎么做。第二个是我如果今天是本能反应出来的人，他当下有没有什么方式被提醒以后，他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协调好的方法再次沟通一次。像我自己其实会蛮喜欢问一个问句，就是你真正想要告诉我的是什么？对，你讲这段话，你想告诉我，或你想告诉你的伴侣，对，你真正想要传递的讯息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一句话有些时候你只要丢出去，对方会傻住。因为他原本第一个念头的沟通方式是附着情绪跟本能反应在上面。对。可是当他可以再深思一层的时候，其实就会再好一点。但是我觉得最后一个是这样，就是如果有一天要走到变关系修复了，那有一个心态我很喜欢啊，就是我们今天能不能找到一个方式，是对于对方来说是真正最好的结果。如果他是以着这个目标来看的话，相对的他不会那么的患得患失。对。又或是说，我们或许没有一个完美的解方，可是我们都知道彼此的为难，或彼此的委屈或受伤之后，我们愿意为了对方各退一步，这也是蛮常见的。对，而且因为当他是心态是说我这样的对谈，我也做好一个准备是，如果你真的是待在我身边会是幸福的，而我的调整、你的调整都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结果，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对，那我们就依着这个路线来谈。可是如果真的不行，我绝对会诚心诚意的祝福你。对，那我觉得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两个人在对话的那种针锋相对会缓很多。对，
可是如果我是要做出这样心态的人，有一些人他一定会遇到一种挑战，可是我就放不下，我就是那么在乎，你要我这么豁达，我没办法。通常会有这样的心态，其实我最想要补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你真正去回想一下，你过去的那一些关系，你不想放的真的不合的，你有没有握住过？对不对？然后握住的手有没有烫伤？那如果是有的，说真的，今天如果我们把关系当成是一个结果，而这一个结果它未必是可逆或不可逆，更多的是合不合适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说，我们不是每段缘分紧抓都握得住嘛。所以既然紧抓它未必是握得住，那我们反而用更轻松的方式去看待它的时候，其实说不定反而这样更留得住。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如果从沟通的角度来谈关系修复，这个是我认为比较适合的方式。你刚刚讲了几个，就是第一个，不要把对方当敌人，是我们也会这样做，我们不要把对方当敌人，而是把这个互动本身的一追一逃这个循环当成敌人。你越受伤，但你又越激动的表示的时候，让对方觉得我要被你攻击，然后我觉得很害怕，或者是说我的自尊要被贬损，这样会让我觉得我好没价值或没用的时候躲起来。可是你的躲起来，又让对方反而觉得说你其实是不在意我，跟你没有要解决问题，又变得越激动。这个循环本身才是敌人。这是我们看的。其实这个说法很好，因为他们两个在这里就变有一个共同敌人。对，而且他们两个的心情都是很无力的所以这不是说你觉得对，他觉得对错，而是这个循环本身让你们陷入僵局。你们共同觉得无力，也共同很受害。但你们同时也是推动这个循环的推动者，就是你的冷淡不回应，你的保护机制让对方苦苦的在那边等，跟觉得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激动让对方觉得说自尊很受伤，跟我在这段关系很没价值，这是推动的地方。那Joko你刚刚讲的那个第二个那个他们的情况的解读，我们这个学派也会看这个。你知道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情绪是一个情绪，但情绪很常伴随一系列的反应。譬如说情绪一定有刺激的源头，有这个刺激源头之后，你可能会产生一些生理或最初的感觉或知觉，再来你可能会伴随一些行动，然后这个行动可能会伴随一些结果，然后你随之产生的解读，然后可能还有相应的情绪。举例譬如说，当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 party 好了，但你看到你的太太跟别人在聊天，这是不是就是情绪的第一个刺激源？那这时候我的生理的感觉或最初的知觉可能是说我胸口燃起了一股愤怒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胃揪在一起，这个生理的反应，然后这时候我伴随着一个行动或行为是跑过去跟太太说你可以继续不要脸一点没关系，假设是这样子，然后太太回应你是说你就继续保持你这个烂脾气吧，反正我也不会改变。这就是我现在想做的事。所以你产生的一个解读可能是说我太太不在意我的感受，这就是你产生的解读。你可能的心情是又愤怒，但深层是非常伤心的。所以你讲得很好，他的这个解读是被一系列启动，然后伴随一系列反应。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是把这个一系列，你个人就可以去觉察你这一系列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刺激源头是什么，有刺激源就有情绪，你的身体的感觉或最初的知觉，你伴随着行动，这个行动一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的解读是什么，然后你产生什么情绪，或你其实希望深层需求是什么，深层需求就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以焦虑型来说，就是我希望你在意我嘛，我希望你关心我，我希望你们重视这个连接。或许以逃避型来说，那个深层的需求可能是我不要被你贬低，然后我要是在关系中是有用的。我们的学派也在定义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是说双方各自用自己本能习惯性的保护机制，可是反而是有害的，不断用自己本能的反应机制，反而加速了这个循环。所以的确当我们有觉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停下来，不是消除本能反应，因为本能反应真的很难消除，那个很难真的很难消除而是培养一个第二反应，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可以
停一下，然后去澄清，你讲这句话是不是也觉得被攻击，所以你讲好气的话，你心里真正想讲的是什么，就会有这样子的过程。所以啊，其实聊到这边，我刚刚这样听鼎益整个拆解的更细，对不对？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是，如果一个人他是没有过经验，这样自我觉察到那么细腻的，对，他可能要透过长时间的学习，或者真的要去找专业的。对，那这个是最快的。他只要有过一次经验，他以后就知道。没错。对，那你像我自己的课程，其实我真正设计的核心理念有其中一段，就是因为情绪它是就是今天有刺激源嘛，所以我才产生了一个内在的情绪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情绪它可能伴随着触发另外一个人的负面反应之后，我又产生了另外一组解读。其实我的课程里面的设计啊，既然情绪会跟解读有关，对不对？对，我就想办法让他们学会大概3到5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哦，好棒哦！对，就是我直接破他们的解读。哦，对，那当他们的解读一旦有新的看法的时候，他们调动的情绪就会不一样。你讲的没错。对，那所以啊，如果大家有想要快一点，不用学东西，专业的直接辅助，直接找鼎益哦。那他的联络资讯呢，我都会放在影片的叙述栏。那如果你想要学的是我们怎么在关系里面，你自己可以去扩充你的解读方式，甚至呢，在说法上你会有得到更多的这种沟通策略。那欢迎可以参考我们的36度关系。好，那今天很开心，我们这一集可以聊那么多哦。这次的对谈其实我很喜欢的，感谢你。谢谢 Jaco， 互相交流。好，那我们关系修复这一题都聊到这边哦。预祝你们的关系一切顺利，我们下次见。